上舞台我就是一个宋茜，外放出来就是宋茜的能量。那个时候就是卯着劲儿，我得出道，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我得努力去干。大家可能同龄的人会觉得好像是比较聊得来，但是我却谁都不认识。有的时候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得让自己就好像没那么尴尬。我是没有办法作为宋茜去体验那么多东西的，但是作为角色我可以啊。好像我做的有些功课，其实并不是说我写了多少我就能演出来多少的。我想要结婚还是不结婚，我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我也可以不工作。我觉得就不要强求。当然我也不将就，我记性也不好，我不行，我就只能做我自己。我觉得以前都能，现在肯定也行。哎，又觉得好像自己又能支棱起来了。凤凰网非常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宋茜。我看你，从韩国出道到现在，就是现在主要转型演戏嘛，但是又没放弃舞台，刚出了单曲。我想问，其实很多人就说，转型后就不再，比如说回到舞台了。那你对舞台为什么还那么有感情？现在那对我其实是一种，就是拍戏啊，各种连轴转，然后完了以后，然后突然有一个舞台让我去表演的时候，我其实特别的重视那一次的表演。因为现在对我来说，能够上舞台表演一次其实是挺难得的。然后呢，我上舞台，我对自己也是一种高要求。上舞台我就是一个宋茜，就宋茜，然后外放出来就是宋茜的能量，去展示我自己。但是平时现在我在演戏的时候，很多是把宋茜收到最小，然后去感受我的这个角色的他的情绪，他的故事。所以就对我来说特别不一样。你出道14年了，从韩国爱豆出道，你现在还回忆得起当年那些岁月吗？而且你做综艺时候回忆说是那时候什么抢衣服、抢化妆，还有这些经历，还能想到当年那些情景吗？会想到，其实偶尔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啊，工作了呀，然后就是每天，特别是在剧组的时候，因为每天都在一个循环里面嘛，都是连轴转，有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呀，就觉得累。但是突然一想说，哎，其实比起刚开始的时候，其实现在已经好很多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可能为了要准备出道，每天早上6点自己自动就醒了，然后去跑步，然后去跑2小时，然后回来，然后为了控制身材，然后就可能吃点蔬菜呀，或者是吃2块豆腐呀，就主食都不敢吃的那种。就是现在对我来说这种事儿啊，我要是特想吃一个东西，你要是逼着我不让我吃的话，我会特别难受。然后6点起床，真的就是拍戏，哪怕6点要起床，我也是真的是得定好几个闹钟，然后死活才能爬起来的那种。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会心态不一样，那个时候就是卯着劲儿，我得出道，我得抓住这个机会，我得努力去干，我才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但是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好累，就想松懈一下。但自己有时候回想到以前，说哎，以前都能，现在肯定也行。哎，又觉得好像自己又能支棱起来了。以前的经历对我来说，现在可能就是一种能量的一种补给吧。我们想到当年你是 FX 组合的这个最火的一个人。没有，不是啊，年纪最大的。确实已经到了巅峰，女团的巅峰了。但是后来就回国，应该说是从零开始。那段时间难吗？因为转型肯定是很难。其实给我的印象就是变化最大的就是整个环境不一样了。因为我那个年龄，我开始拍戏，其实跟我同龄的人基本上其实都有一定的代表作，都有一定的就是经验的积累了。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是就是从唱跳，然后完全是从零开始演戏，然后我又不是科班出身的，整个环境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陌生的。包括应该可能是大家会说，比如说出席什么活动，什么大家可能同龄的人会觉得好像是比较聊得来，但是我却谁都不认识，孤零零的哈。对，就是会有时候会觉得，哎，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跟我年龄上没有差距的人呢，对我来说已经是哇，我可能在电视上看他们演戏啊，然后那种的一个情况，其实挺尴尬的。就没办法，就有的时候就是硬着头皮，就是得就是
让自己好像尽量的让自己就好像没那么尴尬。但其实我性格特别的内向。那你有社恐吗？有。严重吗？我觉得挺严重的。那你怎么克服社恐啊？有时候就是在一个场合，我会尽可能找到一个让我舒服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地方，我就待在那里，让我尽可能的去快速的就是适应整个的环境。肯定很多人会问到你一个问题，就是从韩国归来，其实获得了极大的流量的加持，因为都知道你很火很红，但是已经过了不少年头了哈。就现在你怎么看流量这个词儿？你还在意自己的流量吗？我觉得流量它可能是，你可以把它往褒义上面想，也可以把它往贬义上面想。但我觉得其实流量它本身不是一个负面的词，它是个中性词汇。对，其实更多的说的是一个热度，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演完了以后作品，当然是希望它获得更多人的关注，更多的热度，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这一部好的作品，因为它值得。那我们其实也是需要这个所谓的流量来帮我们去加持，吸引人注意嘛。对。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就是说从 idol 变成演员，因为演戏其实也是一个大型社交现场，那个变化就是你怎么克服的？特别特别紧张。我记得我演第一部戏的时候，就是真的提前好几天，就是把几天后的就是戏，不管拍不拍，我就把剧本尽可能的都背一背，然后都准备，然后小本本记下来，我要怎么演，怎么演，因为没学过，就只能说是尽可能的像做功课一样，尽可能的去把它就是记下来，然后就是慢慢的在现场看了别人以后，就觉得好像我做的有些功课其实并不是说我写了多少我就能演出来多少的，它是一个实践加体会的东西。那我其实就是我在现场就会更愿意去跟比我年长的演员去问一问他们，然后听别人说了以后就感觉就是好像自己知道多了以后，就慢慢的就可以让自己放松下来了。那么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角色跨度比较大，比如下一站是幸福，亲爱的医生，包括温暖的甜蜜的。那么你也串了大鹏的这个保你平安，而且我看路演特别积极，基本上每一次都有你啊。我还问大鹏说你特别好，包括陈子希都觉得就对你印象特别好。你现在接戏的标准是什么？其实没有说一个特定的标准吧，就是希望能够尝试不一样的东西，而不是在一个舒适区里面一直做这个，一直做这个，一直做这个。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现在我最适合什么，我觉得没有最适合的吧，可能。我觉得作为演员，他特别有魅力的一点就是我可以通过每一部戏、每一个角色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有吸引力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希望我每一部戏都能够干个新的东西。说实话，宋茜眼睛都亮了啊！确实，表演是你活着别人的人生，这个对自己来说是特别不一样，而且特别难得的。对，而且对于我本人的话，我是没有办法作为宋茜去体验那么多东西的，但是作为角色我可以呀。那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演的呢？挺多都想演的。其实刚才还说，我说人家说你穿旗袍挺好看，有没有想说民国的戏？我说其实我挺想尝试，包括谍战剧什么的，谍战剧也没演过。对，我其实觉得没尝试的还挺多，包括那种古装。我之前演古装，老演那种打女啊，对，特飒特帅的那种，美美的那种，好像我也没尝试过。其实都很想去尝试。你以为所有人的人生都和你的一样容易吗？谁的人生不是一个鸡毛啊？你能不能不要再安排我的人生？我想要过我自己想过的人生。你过自己的人生。你现在这个温暖的、甜蜜的这个南非啊，其实挺有硝烟气的。那么当时是什么机缘接到这部戏？其实我第一次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说哇，南非这个人干的事儿我太喜欢了。他跟我有点像，但是又比我刚，又比我更勇。然后呢，又是刘江导演，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导演，然后能够合作，我真的太开心了。然后当时我们其实2020年，其实我们准备要开机了，当时，但是后来不是因为就是大家都，就是都歇了嘛。然后呢，我没有想到导演在重新要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导演还是想到了我，然后我就觉得，或许这就是缘分吧，我就特别高兴。我说好啊，我一定要演。因为我也跟你。我们算是串戏一起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就特别飒的女孩。如果用3个字来描述自己，飒、刚、敢，你觉得哪个更吻合真实的自己？我觉得可能飒更多面一些，就是
我很向往自由，那种，然后干事我的性格也是比较风风火火的那种，对，然后又是比较直，然后想到什么就干什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太会去绕弯子那种的。那所以敢和刚，我觉得我还差那么点火候。其实有时候会因为顾及到各种太多的因素而放弃自己最想要去表达的，或者是最想要去干的那件事儿。特别是比起南非来说，我觉得我差了那么点刚，反而他比你要在剧里要更坚强啊，更敢于就是舍弃一些东西。对，包括他就是在戏里面被妈妈掌控，然后他想要去挣脱这个束缚。因为其实我知道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女生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被家里人催婚啊，然后被家里人想要去安排啊，赶快结婚生孩子什么的。对，但是我没有经历过这种。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未知的，是一个很好奇的一个东西，我想去体验一下。其实你有3场戏，观众很喜欢，包括我自己看了，我给他们工作人员说，我说这个戏宋茜进步挺大的，这么3场戏，那么你都有哭，而且哭的都不一样哈。其实像拍跟齐佳怡那场戏的时候，是我们已经拍了很久了，然后其实我们2个人其实也比较熟了呀。其实，在闺蜜之间这种事情，你得就是真的是触及到什么原则性或者那种的很大的事，你才能够大爆发。但是2人呢，在那个时候心里都有一些疙疙瘩瘩，各种事情全部都混杂在一起了。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2个人都需要一个出口了。然后那场吵的时候，我是觉得就越吵啊，我是真情实感，我马上就要失去这个闺蜜了。所以演着演着越演我越难受，越演我越难受。然后就最后就是包括齐佳怡最后砰一下，然后就走了。我当时真的觉得好像一个小朋友被丢在路边了的感觉。所以你每次哭都让人觉得是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我觉得也是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吧，就是更多的去感受这个角色本身了，而不是像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会听听音乐去让自己沉浸在一个环境下。现在更多的是我从角色本身，我就是这个人，当下我就是南非了。那么当然这个戏里面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新鲜，但是其实很当下的一些情节，比如说闺蜜一起买房啊这些，现在确实好像一线城市里好多这个闺蜜一起去买房子。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你2人必须得像南非和齐佳怡这样知根知底儿，然后2人又真的是合得来，不然的话，包括怎么分这个就是毕竟还会面临一个财产的，对呀，然后包括2个人以后就是住在一起，你怎么去分这个房子，你怎么去住？那包括2个人以后如果有了各自的家庭或者怎么样，你怎么去弄这个？我觉得问题会很多。但是能够下定决心2个人去一起去做这，一定是我觉得真的是绝世好闺蜜了。你怎么看跟陆毅老师这次合作？因为听说是你儿时的偶像啊，但是陆毅老师可能听久了会很难受吧？我觉得其实完成了一个儿时的一个梦想吧，就是小时候在电视上看陆毅老师的时候，没有想到说有一天我能够跟他搭戏，而且是演他女朋友。对呀，我觉得太过瘾了。然后呢，因为毅哥其实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演员嘛，然后跟他搭戏的时候其实非常的稳，就是他会带着我一起沉下来，然后我们的一来一回，我觉得人的气场的这种东西也是会有影响，就是觉得气场合了，2个人一起都沉下来了，演起来就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舒服。那我们当然说到这个85后小花的一个标签，现在都不叫小花，是不是叫棕花了啊？也给你打上过，然后又比较什么拍戏啊、代言啊、广告啊，各种各样比较。第一，你在乎这个标签吗？第二，你在乎这样的比较？我其实不在乎，我是85后，我是87年的嘛，那我肯定是85后了。但是至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标签，我从来不给自己设定。包括我从出道开始，其实我没有给自己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啊。你不愿意被标签化？我不想，我觉得一旦标签化了，你就会，我觉得会很累，因为你要为了这个东西去服务，去做很多的事情，把这个东西立住。我也不想立住，我记性也不好，我不行，我就只能做我自己。我觉得只能做自己，自己就是自己的标签。那么你现在这个年龄啊，或者说年龄对你有困扰吗？因为好多人就在问了，年龄渐长会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大家现在真的好关注，就是对，好卷哈。30+的女性，因为有自己的事业，可能也有自己的家庭了。现在的女性又很独立，又很有主见，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她们好像表现得很强，就是很厉害。那她们也有她们的困扰，然后也有她们的焦虑。但是我其实真的没啥。我30+了以后，我还有40+在等待着我。就是我并不觉得，就是去了40+。会是一种更加焦虑，或者是哎呀，年纪又大了，或者怎么样，我反而觉得是一个未知的东西在等着我。我觉得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压力、焦虑或者担心的东西，但也有它的魅力啊。对，我觉得30+的女性，她的魅力就在于我什么都有了，而且我还有时间去尝试更多其他的东西。我想要什么，我自己可以去决定。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要结婚还是不结婚，我想要什么样的工作，我也可以不工作。我想去旅行，我去哪儿旅行，我吃什么样的东西，我打扮成什么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做很多尝试的。生命的自主权更大了。对，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说需要各种平衡、各种去焦虑什么的。我就觉得现在在我面前的东西，我把它做好就好了。我听说你妈妈说过，你是那种针扎一下都不会说疼的人，就特别不愿意表达，就是抗压能力特别强。我其实比较会自己消化，在某方面其实我又是非常内向的，但是在工作上面，因为工作的性质没有办法，我必须要外向的做一些东西，所以我妈才会说我拿根针扎都扎不出血来那种的，也不说话，也不说疼，也不怎么样。就是我自己对于一些压力呀，我自己其实更倾向的是我去把它消化掉，我把它想通，就自己心想明白了，你觉得这个压力才真的就不是件事儿，对，而不是说把这个责任推到外界去啊。对，我去找一个出口，比如说我就狂吃东西或者怎么样，以前其实也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狂吃东西，然后或者是就是听音乐或者怎么样，或者做运动之类的。女孩都是这样，吃东西、买东西、逛街、看电影。其实我觉得是变相的一种转移注意力。很多人提到这个词儿叫后浪哈，因为其实你在这个女团已经是顶尖的浪尖了，但是在演员上你可能还算是个后浪。你自己有没有想到浪尖的心理准备？是想要进步的，但是我其实没有那么高的野心，我不想给自己设一个目标，我还是愿意跟自己做比较，因为跟别人做比较，真的人比人气死人。反而我可能就是野蛮的，就是自己去生长，滋哇就上去了。再说说你录综艺的事儿，《桃花坞》之前好像你说你不太去综艺，你会紧张，那这次录完后感受有变化吗？是不是就可以去参加其他的综艺了？我其实还是因为太多年一个人生活了。就是我可以融入进去，但是我心里还会觉得有一些小膈冷，就是没那么自在。就因为一个人实在是自由自在太久了，太舒服了。然后去到一个人很多，然后这样的环境，而且是一待好几天，我会觉得就是还是就是会有一些不自在。那等于今后这种就不太可能再去了。当然我也不排斥啦。但是就是看心情，说不定啥时候我又特觉得就是人多特舒服呢。再说到你在这个综艺里也聊了情感方面问题，什么分手后能不能做朋友啊等等，感觉你对感情其实并不偏执。我觉得就是随着心走，随缘。因为我家里人也没有说给我一直就是那种压力啊什么东西的，我真的从小没有什么压力。我是觉得就是有些时候吧，别想太多。就像我们平时找东西一样，我就找一样东西，死活就找不着。我不找它的时候，它自己就出来了。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惊喜。就莫强求这3个字也蛮重要。我觉得就不要强求。当然，我也不将就。那我想问，如果是今后大家说起宋茜，你是希望你的标签里面哪几个怎么排？目前的话，我希望是演员排在第一的。对，因为我选择了这件事儿，我希望把这件事儿越做越好，而且我认为我自己一定可以越做越好。像唱歌跳舞啊，包括什么其他的综艺或者其他的东西，我觉得我不排斥，有好的机会我也会去珍惜每一个机会。但是目前为止，我是希望可以把戏演好，有更好的作品，拿作品说话。